在2012年那个闲来无事的夏天，尚未入坑的我在朋友的推荐下看了一部动画，不是《龙与虎》，而是鼎鼎大名的《刀剑神域》。看完了第一话，我的反应是，第二话去哪了呢？是的，《刀剑》是2012年的下番，当时只出了一话，所以他给了我另一部动画。也不是《龙与虎》，而是鼎鼎大名的《未闻花名》。其剧情与画面上精良的制作，让我对动画有了不错的印象。抱着打发时间的心态，我到处找着有没有什么好看的动画，结果却只看到了一些无所谓的无趣作品。总觉得好像期待过度了呢。动画也许就这样吧。在渐渐不抱着期待下，我翻找着游戏论坛的动画区排行，想再试试有没有什么好看的作品。此时，一部动画的名称吸引了我的目光，《龙与虎》。哎呦，感觉是一部正宗的武打片，好像可以来看一下。结果，我操，这是个校园恋爱动画，什么鬼啊！破坏了我的期待。但都找了，我就加减看一下吧。然而，就是因为这部作品，让我与二次元缔结了契约，成为了这世界的一份子。对当时不了解日本二次元文化的我来说，是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动画这么好看。在看完《龙与虎》之后，我开始以一天看2季动画的速度补番，只为了想找到像《龙与虎》一般给我这种感受的作品。然而到后来才发现，原来做得好的校园动画真的很少。或许也是因为《龙与虎》造就了特别喜欢校园作品的我，喜欢那无法言喻的情感，怀念那模糊又真实的青春岁月。停！片头看到大河穿好袜子就够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J， 想问问各位心中有满分的作品吗？也就是俗称的神作。我相信神作这种东西只存在每个人心中，能被广义称为神作的大概也只有《圣歌传》了吧。对于一部作品，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喜好标准，将这些喜好数值化的话，你又会给你心中的神作几分呢？对于挑剔的人来说，这世界上估计没有能给满分的作品，毕竟没有一部作品是真正完美的。然而对我这种常把喜爱的作品挂嘴边的傻子来说，给自己喜欢的作品满分这件事，就跟荷包蛋要加酱油一样理所当然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 My Anime List 上满分是10分，我就直接给10分的作品《托拉多拉》。托拉多拉正式译名为 Tiger Dragon 虎与龙以及 Tiger Dragon 龙与虎，是由女性作家竹宫悠游子于2006年推出的轻小说，并在2008年10月推出 TV 动画，而且是当时风评不算好的 JC Staff 制作。这几年 JC 的动画品质我认为是有渐渐提高，但当时的 JC 撇开动画品质不谈，它还有个原作粉碎机的称号，给他们负责的轻小说粉丝基本上都会哀嚎遍野。而这样的 JC 在当时竟然做出了一部情感细腻、人物塑造优秀、画面表现不俗的动画。主要 staff 由长井龙雪导演、冈田吕里编剧以及田中将贺担任人物设计。3人共同合作的另外2部作品《未闻花名》与《好想大声说出心里的话》也都得到了不错的成绩。事实上，《龙与虎》的故事其实相当套俗，是一部非常标准的校园恋爱剧，讲述因长相凶恶、常被误会为是流氓的高须龙二暗恋着阳光少女石乃梨，而脾气火爆、身材娇小的冯坂大河暗恋着品学兼优、性格开朗的北村。某天，大河误将情书交给了龙二，在解开误会后，2人便决定支援彼此的恋情。然后就是你我用膝盖都知道的老套剧情。事实上，《龙与虎》根本就是一部校园恋爱剧的公式书，丰富的人物刻画有，青春的校园生活有，三角关系有，急死人闪死你有，天宫病有。一部校园恋爱喜剧该有的东西它都有。在这校园剧泛滥的年代，回头再看这部08年的作品，它依然毫不逊色。我每一次重看《龙与虎》都还是觉得非常好看。而我认为它好看的道理非常简单，那就是它扎实的把刚说的校园恋爱喜剧该有的要素都做得很好。《龙与虎》能有这样的成果，导演长井龙雪绝对是功不可没。当时这是他第3次担任导演，也是借此打响了他的名号。我认为长井龙雪很擅长细腻的情感表达，不单是最简单的独白手法，他擅长借由人物细腻的表情、动作、眼神等，传达人物的心理与渲染气氛。而且只要是他导的片 ，BGM 一定下得非常漂亮，是一位相当善用配乐的导演。系列构成冈田吕里一直以来都是描写纠结的多角关系闻名，不论要狗血8点档或是胃痛三角恋的剧情，他都相当擅长。《龙与虎》虽然不乏一些套路的剧情，但这是一部主打青春的校园作品。如果只有纠结的剧情，很容易压迫整个故事的气氛，变得沉重。但《龙与虎》还是很成功的建造了青春的气氛。除了欢乐的校园生活、风趣讨喜的角色外，冈妈还建立出了一种人物之间的不明确感。没错，青春是一个不明确的时期，对于未来的不明确，对于情感的不明确，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不明确。龙二与大河那若有似无的关系，大河面对北村那看不清的情感，石乃梨那拐弯抹角的言辞，都建构了人物与人物之间的不明确。而看清全局的却只有被排在战局外的雅美一人。我认为这种人物关系是不容易建构的，因为当多给了谁戏份，少给了谁台词，整部作品就很容易崩盘。像是龙二喜欢石乃梨，却又会为大河感到不舍；大河
会想占有龙儿，但却又会对北村少女心大开。整部作品就围绕着这种连自己都理不清自己感情的关系打转。脚本家在将原作重新分配为动画脚本时，必须要掌握住这平衡。当删减了哪段剧情让观众认为谁谁谁没机会了，谁要当炮灰了，那这故事就开始激不起观众的情绪了。龙与虎成功的维持了这微妙的关系，不断吊着观众的胃口。我只能说，不愧是刚妈啊。那么除了人物以外，一部校园剧最重要的不外乎就是校园生活了。一般而言，校园剧的校园只是这些主角的舞台。我认为角色刻画的够好，丢到大部分的故事舞台上都能做出好作品。而校园作为故事架构的魅力在于明确的时间感。每一次的寒暑假，每一次的期中考、期末考，都代表时间过去了。从开学相遇到游泳比赛、文化祭、会长选举、圣诞节，这些上学、放学、吃饭、斗嘴、耍宝卖萌的日常，看似没有推动剧情，却都一点一滴的累积着角色之间的关系。没有这些校园日常，整部作品绝对不会好看，不会合理。我常跟朋友说，《龙与虎》是一部越看到后面会越好看的作品。与剧情向作品不同，校园类动画不是靠着揭晓伏笔、伸展开来翻盘，而是借由时间酝酿，带起整个故事的情感。我会推荐没看过的观众不要一口气把《龙与虎》看完，一天两话慢慢看，会更能感受每个角色的情感。如果你喜欢校园类作品，那我极力推荐你一定要看《龙与虎》。它是一部很标准的校园恋爱喜剧，它有着刻画优秀的人物，有着细腻描写的情感，故事节奏也轻快流畅，是一部扎扎实实把校园恋爱喜剧都做好的一部动画。好，接着全程剧透，没看过的朋友赶快闪开，3、2、1。我个人很喜欢竹宫悠游子刻画角色的方式。一开始你会先看到人物的第一层性格，例如冯坂大河笨拙、暴躁又傲娇，但你会渐渐在不同事件中更了解大河的另一面。像是文化祭篇中，大河了解了龙儿从小没有父亲的陪伴，所以希望他面对自己的父亲。而大河也了解父亲可能会再一次让他失望，但也许是为了龙儿，他决定再试着接纳自己的父亲。还有在会长选举篇，北村在台上告白被拒绝后，大河不是选择在这时候去安慰北村，而是去找龙儿陪着他，因为他知道现在的他没办法为北村做任何事，所以最后不善言辞的他选择拿着木刀去找学生会长决斗，让他说出真心话。以及你可以发现，在圣诞节他寄回家的礼物也包含了他不喜欢的继母。大河就是如此笨拙，知道自己解决不了任何事，但又会尽自己所能去付出的温柔少女，也是整部作品中我最喜欢的角色。在这个青春校园的故事里，你会从每一段剧情更了解每个人物。看似优柔寡断的人，下定决心后也会变得坚定果敢；看似坚强开朗的人，遇到挫折也会有想逃避的时候；看似无忧无虑的人，其实是个自我要求苛刻、逐梦踏实的人；看似心机腹黑的人，却是唯一会耿直道破朋友错误的人。而那个暴躁又笨拙的家伙，其实比谁都温柔。好，既然我说了这么多优点，那么我也来谈一下这部作品的缺点。《龙与虎》当然不是一部毫无缺点的作品，事实上，不论是第一次看或最近一次看，我一直都觉得收尾的几话转折有点快。首先是第19话，龙儿要去跟石乃梨告白之后，大河终于确认了自己对龙儿的心意，但这时的龙儿依然是继续前去跟石乃梨告白，这代表到这时都可以确定龙儿还是喜欢石乃梨。直至21话，龙儿被甩了之后，因为大河告诉他石乃梨应该是喜欢他的，所以龙儿到毕业旅行都依然想试探他的真心，但在雪山意外中确认了大河的心意。对了，吐槽一下，我觉得这段剧情也是转得很硬啊，掉到雪山下，昏迷中以为龙儿是北村，然后吐露真心话，有种硬要把剧情接上去的感觉啊。然后在教师大坦白之后，龙儿马上就跟大河求婚了。我说这转折有点太快了吧？但身为一个龙与虎的脑残粉，我自己找了这个缺点，也还是要为自己所提的缺点来护航一下。首先我说过，龙与虎是一部需要时间酝酿情感的作品，难道大河喜欢北村就不喜欢龙儿了吗？当然不是。暑假在雅美的别墅，他们两人在客厅吃宵夜时，大河说了，明明在一间大房子里，他们两个却习惯坐得那么近。明明对北村会紧张的说不出话，对龙儿却能很自然的应对。我说少女啊，你早就落入高须龙儿温柔的陷阱了。然而龙儿喜欢石乃梨就不喜欢大河了吗？在文化祭中看到落寞的大河，第一个为他鼓掌的是龙儿；看到孤身一人的大河，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他身边的是龙儿。在圣诞节发现大河一个人回家后，穿上布偶装去找他的也是龙儿。我说你们两个还不去结婚？
我认为龙虎两人的情感就是在日常中慢慢产生的，但青春就是这么模糊的东西。大和与龙儿对彼此绝对是有喜欢的情愫在，所以说龙儿早就喜欢上了大和，那么最后的求婚转折也就合情合理啦。喂，你那什么眼神？没看我脑残粉啊？如果照我这么说，龙儿跟大和都一次喜欢上了两个人吗？没错，我认为就是这样。他们的情感本来就很不明确，在文化季的最后，可以感觉到大和对北村是有感情的，而龙儿对石乃梨也绝对是喜欢的。但谁跟谁在一起，本来就有很多原因。事实上，我认为大和、石乃梨、雅美3位女主角都有可能跟龙儿在一起。像是石乃梨跟龙儿本来就是彼此喜欢的，就算在一起也是理所当然。而雅美如她在暑假所说的，只有她与龙儿是彼此对等的关系。从两者的互动来看，龙儿确实是少数真诚对待她的男性，而他也是雅美少数会毫不掩饰自己真面目的人。但雅美登场时，龙儿已经喜欢石乃梨，而且跟大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，所以自认无法介入他们之间的三角关系，因此没有对龙儿直接告白。而石乃梨则认为龙儿是唯一能真正接纳大和、照顾大和的人。他认为龙儿应该要跟大和在一起，所以自愿退出。因此，最后跟龙儿在一起的人就是冯坂大和了。而他也确实是三人之中最需要龙儿的一个已经习惯不被接纳的少女，毫不掩饰自己的坏脾气，独自生活着。但在感受到这世界上有人愿意接受她之后，也学会了面对一切。在故事的最后，龙儿说希望逃家的他们不是这样一直逃着躲着，而是能受到大家的祝福，好好的在一起。而这也包含了大和的家人，所以他便独自一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中。也许会有更好的方法，也许不应该这样独自面对，但这就是冯坂大和，那个只会拿着木刀跟人打得鼻青脸肿的少女，又选择一个人用武断的方式解决问题。但这次他有了龙儿，所以大和才能坚信一定没问题的。我喜欢《龙与虎》这个故事，我喜欢里面大大小小的人物，我会因为这些人感动，会因为他们开心难过。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完美无缺的作品，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情有独钟的那部动画。也许不是每个人都喜欢《龙与虎》，但不论是第一次看或最后一次看，我心里都会为它打上满分的10分。《龙与虎》说的故事很简单，也就是一个人愿意为另一个人付出，一个人愿意为另一个人成长，两个人愿意陪伴着彼此的故事。它描述了青春的美好与青春的苦涩，描述了青春难以言喻的情感。《龙与虎》也许不是什么惊世神作，但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的故事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是 AJ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何よ、驚かそうと思ったのに。さ、好きだ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J。其实没什么事情要发布的，只是想做个这次的后记而已。那如果你常看我的节目，你应该可以感觉到我很不喜欢把节目做超过10分钟，因为我认为一个网络节目大概5到7分钟其实就算很长了，那再长就有点让人没耐心看下去。但这次呢是做龙与虎，所以我就解除了所有限制，我就尽情的把想讲的都尽量讲。那事实上，我觉得我到后面根本就是乱七八糟在讲。那也不管条理性，也不管节目长度，也不管那个流畅性。那或许这不算是一则好的评论，但不论你喜不喜欢，都感谢你愿意看到最后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愿意给哪部作品满分的10分吧。那么我是 AJ， 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